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离婚冷静期里，他拼命地抱住我，告诉我他后悔了，不能和我离婚。我看着他猩红的眼睛，轻轻推开他。你只是享受习惯了我对你的喜欢，只可惜到此为止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最开始发现不对劲，是我忘了在番茄蛋炒饭里加糖。所有人都知道唐兆乾对法餐情有独钟，但鲜为人知的是，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钟情于我做的甜口的番茄蛋炒饭。这个秘密，唐先生对外讳莫如深，可能影响他对外优雅公子的形象。毕竟优雅极致的生活已经刻入了他的 DNA。我跟他在一起5年，这5年来，他每一次喝了酒，几乎都会吃上我的一份炒饭。但就在昨天深夜，他微醺着回到家，坐在桌前含着一口饭，突然拧眉看我，怎么是咸的？如果是平时，我肯定慌不迭地跑过去重新炒一份的。可我不知怎地，我只是怔了怔，就脱口而出：咸的其实比甜的好吃。短暂的寂静，唐兆乾一把摔了筷子，猛然站起身，椅子因他剧烈的拉动发出一声凄厉的摩擦声。他回了房间，房门被他咣当一声关上，客厅里重回寂静。他心情不好，我知道，因为今天是他心上人的生日。哦，可别误会，他心上人从来就不是我。我和唐兆乾认识8年了，那时候我还没从大学毕业。他来我们学校演讲，舞台上那意气风发翩翩公子的气度，让我彻底沦陷。从那时，我心里眼里，甚至连梦里，只有他一个人的影子。后来我成为他的助理，一直看着他公司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，看他成为商场巨擘的唐先生。5年前，他在奈斯达克敲了钟，而他归国后带着一身酒气敲开了我租房的门。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，我把胳膊掐青了，才敢确定他活生生站在了我的眼前。我给他做了一份番茄蛋炒饭，因为过于激动，我错把糖当成了盐，他却吃得狼吞虎咽。这个场景太过梦幻，以至于我刷碗的时候不小心打破了盘子。我慌得蹲下收拾，他却站在厨房门口，跟我说了一句我至今记忆犹新的一句话：秦音，喜欢我对吧？做我女朋友怎么样？我慌得站起，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直到手指上传来了刺痛，我才知道手被碎屑割伤了。就这样，我和唐兆乾走到了一起。第2天，他就高调地带我出席了酒会，我就像一个迷路的小野鹿，跌跌撞撞，一不小心闯入了人间仙境。只是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唐兆乾公司上市的那天，他的心上人简梦怡宣布恋爱了。唐兆乾伤心酒醉，才有了我的趁虚而入。唐兆乾不喜欢我，我比谁都清楚这一点，但我还是乐此不疲。我迷恋他，如同贪恋星光，感觉他只要待在我身边，方圆100米都是耀眼的幸福。他靠近我一点，我都要深呼吸，用巨大的毅力将狂跳的心重回节拍。可是最近，我突然就发现，已经找不到这种感觉了。但是今天的炒饭我绝无故意。餐桌上，炒饭已冷掉，我夹了一口仔细咀嚼，突然就笑了出来。我已经都快忘了，我是最吃不惯甜口菜的。咸的番茄炒饭味道真好。我再也不用纠结唐兆乾是不是把我当成替身，再也不用担心他会不会离开我，再也不用忧心他心里有没有我了。我可以确定的是，我不爱他了。我收拾完厨房，便去洗了澡，走进客房，我突然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。我打开手机，准备找一处房子，
正看得出神，房门从外面被打开了。唐兆乾没说话，只是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阴沉的面容提示我他不高兴了。见我一直没理他，他忍不住开口：“秦音，你现在怎么这么不懂事了？”也对，以前他不高兴的时候，我都小心翼翼地陪着他，一旦他略有不满，我会想尽办法哄他开心。所以面对我的不懂事，他现在不适应了。我不想和他浪费口舌，借口自己累了，想睡觉。说完，我盖好被子，闭上眼睛。良久，我听到一声关门声。次日一早，我出门的时候，唐兆乾还没起。我收拾好，便去找中介看房，签租房合同。忙完已经中午了，我看了一眼手机，5个未接来电，都是唐兆乾。我还是有点意外的，毕竟他没给我打过什么电话，都是我追着他黏着他，问他在哪，问他在干什么。回家后，我看到唐兆乾正坐在沙发上吸烟，我没理他，径直走进衣帽间。唐兆乾转身便跟了过来，咣当一声，房门撞上了门隙。他语气里压抑着呼之欲出的愤怒：“秦音，这次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离婚吧。”我从没想过我能这么轻松地说出这句话，唐兆乾也没想过。他愣了一瞬，随后冷嗤了一声，问我为什么，语气里充满着不可思议。离婚协议律师你好会发给你，到时候你签字就好。我收拾东西的手一刻也没停，他在我身边久久没说话，转身走了出去。不到2分钟，又转了回来：“秦音，你闹够了没有？”说完，他掀翻了我的旅行箱，里面的衣服落了一地。我垂眸，脸上毫无波澜。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从来都是连名带姓的叫我，可是你却给前任备注梦怡 baby。不是我在闹，是你。1周前，唐兆乾感冒，我给他熬了姜茶，吃了感冒药，他睡得很沉。睡觉前，我准备给他手机充电，他的微信就收到了2条信息。这个时间不可能是工作。我的心跳忽然加快，我轻轻按住胸口，生怕心跳声太大会把唐兆乾吵醒。可能是信任我，也可能是觉得我不会也不敢看他手机。他的手机连密码都没有。我打开微信，即使有预感，也还是不免唏嘘。这么多年的青春和感情，终究是抵不过白月光。简梦怡的微信备注是梦怡 baby， 又土又宠。我翻了翻聊天记录，梦怡 baby 赵乾。我在看以前的相册，好怀念以前啊。你呢？怀念吗？唐兆乾：梦怡 baby 赵乾，我在新闻上看到你了，商业精英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如愿以偿，一定会成功的。唐兆乾：希望你也可以如愿以偿。直到上个月，简梦怡给唐兆乾发微信说自己快要回国了，所以唐兆乾最近的情绪不稳定，是因为简梦怡要回来了。退出微信，我平静地给手机充上电，躺在床上，看着身边的人，还是我喜欢的身材，还是我喜欢的长相，但好像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唐兆乾只是短暂地停滞了几秒，然后发泄似的捶了一下门，把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实。他想辩解什么，却不知道怎么开口。那都是以前的备注，我没改，有些无力，但我不在意。我告诉他这些，也不是因为我在乎，而是我想让他清楚，他心里到底爱着谁。我拖着旅行箱往外走，唐兆乾拦住我，问我到底要去哪。最后他说要走他走，他不放心我一个女人自己在外面。如果是以前，我听到他说这些，听到他担心我，我会很感动。现在算了吧，他可能忘记了。去年圣诞节，他答应我推掉一切应酬，陪我去旋转餐厅吃饭。结果我一个人
盛装出席，一桌子精致的食物全都浪费了。我一个人喝了一瓶红酒，站都站不稳。最后是闺蜜于瑶找到我，把我送回家。唐兆乾第二天早上才回家，他说有个视频会议，忙到很晚。他说对了一半，是有个视频，但不是会议。直到我上次看了他的微信，才知道那天他和简梦怡在视频，那么多个小时，他们在聊什么呢？还记得寒冷的冬夜，他的妻子在等他吗？他就没有一点担心吗？现在白天，而且我没喝酒，更不用担心了，不是吗？我实在是累了，想结束这场没有意义的拉扯。我没理他，说了句再见，便出门了。关上门的那一瞬，我听到东西摔在地上，砸成碎片的声音。我开车到了新租的房子，房东是一个热心的阿姨，看我孤零零一个人拎着一个旅行箱，满眼都是心疼，给我送了水果，又担心我收拾卫生没饭吃，还给我送了饺子，告诉我他就住在隔壁单元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随时找他。看，我还是很招人喜欢的，房东阿姨都对我这么好。我坐在新家的沙发上，看着窗明几净的房间，没有唐兆乾的生活也可以很美好。我和唐兆乾在一起之后，就从他公司离职了，和朋友一起开了工作室，私人定制服装。这几年效益一直都不错。现在我准备自己单独创立一家工作室，婚纱礼服私人定制。其实这算是我的梦想，我一直希望能穿上自己设计的婚纱，在坐满宾客的婚礼现场，对着自己的爱人，激动又笃定地说出那句我愿意。只可惜唐兆乾一直没有给我婚礼，我设计好的婚纱也一直停留在图纸上。他怎么说的来着？对，他忙到没有时间办婚礼，大概是情场失意。工作上我顺风顺水，从公司注册到选址，再到开业，一切都顺利无阻。开业那天，于瑶带着她男朋友来给我捧场，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颀长、俊朗明毅的男人，他是于瑶的堂哥于慎，很久之前见过一次，我没想到他也会在。他走近，送给我一束蝴蝶兰，祝贺秦老板开业大吉。于瑶捣乱的和我们说，他也要开店，也要当于老板。第一次有人管我叫秦老板，我听着很顺耳，也开心的笑了起来。工作室开业，我没瞒着任何人，之前的同事也来了不少，唐兆乾自然也知道。所以当看到他捧着花束站在我面前时，我没有惊讶，相反，他紧蹙的眉，语气不善地叫我的名字，秦音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来砸场子的。他边从我怀里抽出于慎送我的花，边把他的花塞进我怀里。我抱着蝴蝶兰不撒手，僵持不下。唐兆乾终于没了耐心，秦音，我们还没离婚呢。那又怎么样？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字了，邮寄给你了。小林秘书已经转交给你了吧？是你迟迟没有签字。我抱着花后退了一步，是不是因为他？唐兆乾咬牙切齿地问我，我有些无语，不想理他。是不是？秦音，你回答我。唐兆乾用力拽着我，于慎走过来，唐先生，你冷静一点。我是秦音的朋友，今天来只是祝贺他开业。唐兆乾听不进任何人的话，他把于慎当作始作俑者，一拳打在于慎脸上。于慎用舌尖顶了顶被打的嘴角，要打出去打。今天秦音开业，别弄脏了地方。我和于瑶把两个人分开，还好是在休息室，要不然顾客看到怎么办？唐兆乾，你闹够了吗？唐兆乾震惊地看着我，他不相信这句话是我对着他说的。请你离开。我说完这句话，明显看到唐兆乾眼里的落寞，他张了张口，最终说了句抱歉，
离开了工作室。工作室开业后，我每天忙碌并充实。有一些人从网上看到我发布的礼服样式，慕名而来。我还专门申请了一个微信，用来加这些顾客，方便联系。余姚有事没事就来我工作室晃悠，说是自己无聊。其实我知道他是担心我难过，毕竟这么多年，他劝过我无数次，让我离开唐兆前，我都像陷进沼泽里一样无法自拔。而这次我毅然决然地搬家，提出离婚，让他很担心。唐兆前每天早晚像打卡一样准时出现在我的工作室，我不理他，他不烦也不恼，就在一旁等着我。我抽空坐在旁边休息。唐兆前打开一瓶气泡水给我，还贴心地帮我拧开了盖子。我看了看，拧开了桌子旁放着的果汁。我最讨厌喝气泡水，不如白水清爽，也不如碳酸饮料爽口。唐兆前愣了愣，脸上出现了少有的局促。我以为你喜欢喝气泡水，我记住了，以后不买这个了。为什么以为我喜欢气泡水？还不是因为唐兆前从来没关心过我吗？他喜欢喝气泡水，家里的冰箱里都是气泡水。他说讨厌碳酸饮料这种不健康的饮品，我这几年就一口没喝过。余姚来的时候碰到过几次唐兆前，从未给过他好脸色，他也不在意，还会把给我带的吃的分一些给余姚。搁以前这些事，我想都不敢想。我工作的时候，唐兆前也拿出电脑工作，不打扰我。我正在改一件礼服腰围的尺寸，啪的一声，唐兆前的手机掉在了地上。我抬眼正好对上他的眸子，他神色紧张。抱歉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？我摇了摇头，没事。顿了一瞬，我还是开口，唐兆前，你不用每天都来，你也有自己的事。他表情低落，没再说话。下班，我准备回家，他依旧跟在我身后。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现在的住址，只好和他直说，我想有自己的空间，希望他能尽快在离婚协议上签字。刚说到离婚协议，他便打断了我。我不打扰你，我先走了，你注意安全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默默叹了口气，然后转身往家走。回到家，我简单吃了一点饭，就瘫在沙发上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电话铃声突兀地响起，把我吵醒。拿起电话看了一眼，是唐兆前，响了几遍。我知道如果我不接，他一定会继续打。我还是接起了电话。喂，有事吗？我语气平静。茵茵，家里的医药箱在哪？他的声音有些落寞，在漆黑的夜里更显凄凉。在餐边柜的第二个格子里，所有的药都在里面。对面久久没有回应，我便准备挂断电话。没事，我就挂了。茵茵，你一点都不关心我了吗？你都不问问我怎么了？他语气委屈，好像是我抛弃了他。我的手刚才切菜割破了，我想给你煲汤。唐兆前为我下厨，想给我煲汤。在一起5年，我从来没吃过他做的一顿饭，他甚至都不喜欢进厨房。曾经我也想过和心爱的人腻歪在厨房里做一顿爱心晚餐，现在他竟然想为我煲汤。我不自觉地摇了摇头，伤口记得消毒，我累了，要去洗澡了。说完，我便挂了电话。每天的工作量让我没有精力去想别的，只是会每天按时提醒唐兆前的助理小林，让他告诉唐兆前在离婚协议上签字。一大早，我前脚刚进工作室，唐兆前紧跟着就进来了。要不是了解他，知道他的人品，我都要怀疑他是不是跟踪我了。他放下早饭和一个保温饭盒，手指上的创可贴还是我买的蜡笔小新联名款。之前他还嫌弃过，说我幼稚。我是按照网上教程煲的汤，你尝尝。言语中的期盼让我恍惚，
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唐兆乾平时工作比较忙，有时候顾不上吃饭，导致他有胃病，我便经常煲汤给他喝。每次煲了汤，我都小心翼翼地看着他，他喝完如果说好喝，我会高兴一整天，像是得到了天大的赏赐。以前没什么感觉，现在想想，我爱得好卑微。真正的爱情是势均力敌，是双向奔赴，是会因为遇见了正确的爱人而变得更好，不是小心翼翼，不是杯弓蛇影。我们谈谈吧，我想可能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正式的结束。我和唐兆乾对面而坐，以后不用再给我煲汤了，我们的婚姻已经结束了。我甚至能看到唐兆乾眼里的光慢慢变暗。为什么？茵茵，为什么？难道就因为一个备注吗？我已经把它删掉了。他有些失控。我承认之前是我做错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还不行吗？他眼睛猩红，烦躁地抓着自己的头发。唐兆乾这样骄傲的人，竟然会开口说自己错了，对他来说这很不容易。可是碎了的杯子，就算说10000句对不起，也不能复原了，不是吗？唐兆乾，我承认我以前很爱你，把你当成我的全部。可是我们回不去了，毁掉我们婚姻的不是别人，是你自己。你之所以会留下简梦怡的备注，是因为你心里有他，所以你会回他的信息，你会在他和别人公开恋情的时候让我做你的女朋友，当你的情感备胎。你会在我们婚后还和他保持联系，你会在圣诞节的深夜把我一个人扔在餐厅，只为和他视频几个小时。这一桩桩，一件件，难道你心里没数吗？他告诉你他要回来了，所以你连续几天夜里在阳台看着他曾经写给你的信抽烟，不是吗？我说完，唐兆乾的头低低的，肩膀有些耸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唐兆乾缓缓抬头。我承认之前我做错了，我只是不甘心，当初因为我没有权势，他的家人就否定我，是我混蛋，是我不懂珍惜你。但是现在我敢确定，我爱的是你，秦音，你相信我，我爱你。这是唐兆乾第一次说爱我，没想到是在我提了离婚之后。如果你真的尊重我，就别再执迷不悟了，我们回不去了。曾经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唐兆乾，但说出这句话后的我竟格外轻松。余姚拎着点心来看我，难得唐兆乾没来，我可不想碰见他。他不说，我还没反应过来。最近这2天，唐兆乾是没来过，我想他应该是想通了。我最近比较忙到竟然忘记了唐兆乾这个人。以前的我恨不得每分每秒都和他在一起，尽管他总是告诉我应该独立一些，不应该依赖别人。刚和唐兆乾在一起的时候，感觉很梦幻，他在我心里似乎是无法触及的人。我竟真的拥有了他，这朵高岭之花竟然真的被我摘下了。我经常趁他睡着的时候偷偷亲吻他，看他在身边就觉得很甜蜜。直到有一次他说了梦话，喊出了简梦怡的名字，我当时就像被人扔进了冰窖，浑身冰冷僵硬，仿佛轻轻触碰就会碎得彻底。尽管这样的事只发生过一次，可一次足够让我慌乱不堪。我一次又一次地质疑自己，难道我真的有那么差劲吗？日夜相对的人怎么就抵不过一个离开的人呢？吃晚饭的时候，小林秘书给我打电话说唐兆乾病了，胃出血，现在在医院，他不配合医生治疗，希望我能去看看他。我觉得自己身份尴尬，有些犹豫。小林看我迟迟不答应，语气里都是恳求，说唐兆乾病得很严重，拜托我去看看他。唐兆乾和他爸妈的关系一般，他还有一个弟弟，他爸妈比较心疼小儿子，
唐兆乾上小学就开始住校，他爸妈对他的感情很淡，就算我和他是老朋友吧，就当是去看望病号。走进病房，唐兆乾脸色苍白，眼底一片乌青，头发乖巧地挡住了额头，看起来竟有些少年感。几天没见，他好像瘦了许多。我把一束百合插进花瓶里，拉开窗帘，他听到声音，睁开眼看到我，眼中露出一丝希冀。茵茵，你来了。他伸手想牵我的手，我微笑着摇了摇头。为什么不配合医生好好治病？我轻声开口，他没说话，只是不眨眼地看着我。我起身想给他削个苹果，他以为我要走，慌乱地扯住我的衣袖。茵茵，别走，我给你削个苹果，现在不走。听我说完，他才松开手。他吃了我带的馄饨，又吃了苹果，感觉人也有些精神了。茵茵，你心里还有我，对不对？你还是心疼我的，对不对？说过的话我已经不想再说了。他一次又一次地求我原谅，想要和好。这样的唐兆乾我从没见过。见我不说话，他起身拿出一个收纳箱，里面装着的都是我的东西，确切地说，都是关于唐兆乾的东西。他拿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，里面记载着他的饮食习惯，还有他喜欢的菜谱。我分门别类，每种菜系都有。那是我们刚在一起那年我写的。当时的我看到他喜欢吃我做的饭，我都会觉得很幸福。他又拿出2个相册，里面都是我偷拍他的照片，有趁他睡着我做鬼脸的合影，有他在书房工作我偷拍的照片，还有很多他吃饭时的照片，他跑步的，他打高尔夫的。只可惜没有合影，除了结婚证上的照片，我和唐兆乾没有一张合影。唐兆乾不喜欢拍照，平日里也很少笑。茵茵，你是爱我的，你只是生我的气了，对吗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唐兆乾说话间红了眼圈，而我看到这些东西，除了心疼自己，没什么其他的感觉。这些东西都代表着过去的我有多么在乎他，也代表我在他的心里一点都不重要。这都是以前的东西了，没用的东西你可以扔掉。你好好休息，早日康复，我先走了。说完拿起包准备离开，刚迈出一步，唐兆乾便从我身后紧紧地抱住我，我挣脱不开。茵茵，我错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他说话的声音有些哽咽，我感到脖颈间有东西在流淌，凉凉的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唐兆乾，我现在真的不爱你了，你放过我吧。还有，你照顾好自己，公司上下几百人都指望着你，难道你要撒手不管吗？唐兆乾的手慢慢松动了，我径直走出病房，没有回头。小林说，唐兆乾在我走后开始配合医生积极治疗，也正常吃饭了。小林告诉我，他跟在唐兆乾身边10年，唐兆乾从来没听过谁的话，只有我说话才管用。唐兆乾终于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了，我以为能顺利地领小红本的时候，没想到还有一个离婚冷静期。我依旧每天很忙。唐兆乾说知道我不想见他，他每天给我发早安晚安，就连吃了什么也拍给我，有时候还会给我发一些笑话。我想着彻底了断，就把他删掉了。结果1分钟前我刚删掉他，他就推开了我工作室的门，也不顾及余姚还在场。他有些急躁地开口，我们不能当朋友吗？连个联系方式都不能留着吗？除非你心里还有我，否则为什么不能留着我的微信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、亲耳听到，我绝对不相信这么无赖的话是唐兆乾说出来的。隔壁咖啡店老板在我这定制了礼服，正好过来给我送咖啡。我不想让别人看到，便把唐兆乾加了回来。加回来了，你快去上班吧。
唐兆乾离开后，咖啡店老板看着他的背影，喃喃道：“茵茵，这人是你朋友啊，好帅呀！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每天我开店门的时候，都能看到他坐在车里，就看着咱们这边，戴个墨镜，活像个娱妓。”说完，还给我指了指唐兆乾的车。我看了眼，是他的车，只不过他正好停一个广告牌后面，我也没注意看过。所以唐兆乾每天都在我的工作室外面，怪不得每天我刚到工作室，就有外卖早餐送到。咖啡店老板走后，于瑶忍不住开口：“茵茵，唐兆乾应该是真心的，他为了你都快魔障了，真的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了吗？”我不禁莞尔：“于瑶同志，你也太容易叛变了。”以前于瑶提到唐兆乾，都是劝我离开他。他知道他对我的态度一直不冷不热，于瑶总是劝我分手，还告诉我离开一棵歪脖子老树，才能收获一片根正苗红的森林。那时候的我根本听不进去别人的劝导，一心扑在唐兆乾身上。唐兆乾为人低调，也不喜欢热闹，更不喜欢我喝酒，所以大学同学聚会或者朋友生日，我都很少参加。最近因为我在各个平台为自己的工作室做宣传，很多以前的同学和同事也都恢复了联系。大学追过我的学长知道了我工作室的地址，找了过来。他很坦荡，也很直接，对我表白。我没有隐瞒，直言自己正在离婚，而且一心只想工作。学长说会等我，我没在意。我现在还没打算开始一段新的感情，但学长很执着，每天2束花，早晚像打卡一样准时，捧着花出现在我工作室。连续1周，我说什么都没用。还没等我急，唐兆乾急了。在学长又一次捧着花要送我回家时，唐兆乾挡在了我面前。最后学长铩羽而归，唐兆乾这才解释：“茵茵，我不是想捣乱，我就是怕你真的离开我。”刚和唐兆乾在一起的时候，也有很多人追我，毕竟唐兆乾不喜欢公开恋情，别人也只是听说我有男朋友，并没见过。我一一拒绝，却也有几个锲而不舍的追求者，送我各种礼物、鲜花，所有讨女孩子欢心的东西。我担心唐兆乾不开心，便对每个和我示好的异性冷眼相对。有一次，唐兆乾带我去一个商业宴会，里面的人非富即贵，但对唐兆乾都是礼让3分。到尾声时，一个看起来有些喝醉的年轻男人邀请我跳舞，我拒绝后，他又要敬我酒。唐兆乾在我身边适时开口：“小顾总是一个人来的，竟找我的人跳舞。”年轻男人听后讪讪地和我们说抱歉，然后离开。回家后，唐兆乾告诉我，做我的女人要安分守己。我那时心里还在窃喜，他肯定是在意我，一定是吃醋了。后来我听说，唐兆乾和简梦怡在一起时，有一个男生追求简梦怡，就因为聚会时多敬了简梦怡2杯酒，唐兆乾就把人打进了医院，赔了不少钱。我这才明白，他对我仅仅只是占有欲而已。我没说什么。晚上还要参加余姚生日宴，我只想快点离开。不等我反应过来，唐兆乾拼命地抱住我，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他后悔了，不能和我离婚。我看着他猩红的眼睛，轻轻推开他：“你只是享受习惯了我对你的喜欢，只可惜到此为止了。”我转身上车离开，从后视镜里看到他一直站在原地。离婚冷静期结束了，我和唐兆乾顺利领了离婚证。我走出民政局，唐兆乾追了出来：“茵茵，我们还能做朋友吗？人要往前走，别回头。”我笑着和他摆手再见。余姚知道我领了离婚证，
把我叫到餐厅，说要庆祝我单身。到了地方，我才知道于瑶还叫了于慎。趁着于慎出去接电话的功夫，他在我耳边念叨：于慎人好心善又有钱，丝毫不比唐兆乾差。又说于慎心里惦记我，最后说了句：请你做我嫂子。一句话把我逗乐了。我咽下口中的水，连忙摇头。我现在只想赚钱，男人没有钱靠谱。饭吃到一半，于瑶说有点急事先离开，留我和于慎在餐厅。琴音，我知道于瑶肯定和你说了我的想法，我没想到于慎会这么直接，毕竟他看起来不像是鲁莽的人。我刚要拒绝，于慎又开口：琴音，你别急着拒绝我，我现在只是想和你做朋友，这个机会还是可以给我的吧。于慎说他之前见过我3次，我的印象中只有1次。他说第1次是大2寒假，他去学校接于瑶，看到我和于瑶走在雪地里，我张开手臂在雪地里转圈，于瑶在我身边，怕我摔倒，最后我还是摔倒了。于瑶连忙扶起我，结果我竟在雪地里打滚。他说当时的我可爱肆意，穿着厚厚的白色羽绒服，像一只小熊，感觉整个校园都是我的笑声。第2次是于瑶阑尾炎住院，我记得那次我听到她住院了，就连忙赶到医院。于瑶骗我她得了重病，她还挤出2滴眼泪告诉我照顾好自己。我当时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，止都止不住。于慎说他没见过那么能哭的人。于瑶看我哭成那样，才告诉我他在逗我，是骗我的，他只是一个阑尾炎。我气得要按他伤口。于慎说自己当时在门外，看着我就觉得我真是善良、可爱，还带着一丝傻气。第3次是他决定和我表白。那天我和于瑶吃完饭，于慎赶了过来，结果碰到唐兆乾去接我参加一个慈善拍卖。他问了于瑶，才知道我和唐兆乾在一起了。于慎说他很后悔，没早点和我说清楚。于慎是很不错，长相出众，宽肩窄腰，多才多艺，但是我现在确实没有什么谈恋爱的想法。于慎说他可以慢慢等，先排着队，等到我想考虑感情这件事时，可以优先考虑他。我笑着说好。我给自己放了个假，去冰岛看了极光。冰岛总是给我一种冷淡风，清冷金贵。泡在蓝湖温泉里，我发觉这几年我真的错过了好多美好的事物。回国后，唐兆乾又开始出现在我眼前，但我却没什么理由让他离开，因为他是来定制西装的。他还学会了笼络人心。我工作室的萨摩被他喂得已经开始挑食了。有时候唐兆乾刚到，于慎就来了，2个人较着劲，一个要帮我擦桌子，另一个就去拖地。2个人幼稚得像5岁孩子，每天都变着花样买吃的。我工作室都快堆不下了，我只能劝退，说他们打扰我工作。这天下着大雨，唐兆乾又来了，还没等他说话，我忍不住开口：你再这样，我只能对外宣布，我的工作室不做西装了。他已经定制了5套西装了。说实话，我做够西装了。唐兆乾连忙说自己西装够了，不做了，5套要穿一辈子。看他急促解释的样子，我忍不住笑了笑。茵茵，你现在是单身，那我能重新追求你吗？能给我一个机会吗？没等我开口，他连忙道：我不会打扰你，我只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。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，天空中出现了彩虹。斯人若彩虹，遇上方知有。以后会遇到什么人，会和什么人在一起，都是未知的。现在的我不会再为谁爱不爱我爱不爱谁而困扰。快乐是最重要的，其次都是次要的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
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丈夫的白月光回来后，他死去的爱情又活过来了。儿子丢了，他不找，陪着白月光的儿子去医院，说不定是贪玩跑去别的地方了。等玩够了，自然会回来的。念念他现在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，你别无理取闹。儿子的尸体从深坑中挖出来的时候，我疯了一样给丈夫发消息，回复我的却是白月光。多亏有他，韩寒现在好多了。他发来了一段视频，视频中我的丈夫正带着他的孩子玩闹，那孩子笑着喊他爸爸，直到他知道那孩子是杀死他儿子的真凶，他痛哭流涕，疯了一般的质问。可是晚了，我和死去的儿子永远都不会原谅他。发现小寻不见后，我疯了似的给老公打电话，老公却一个也没接。微信上给他发了上百条消息，他只回了我冷漠的2个字：加班。冷漠的就好像小寻根本不是他的孩子一样。这一刻，我才深切地意识到，不被爱的人，连生的孩子也没资格被爱。担心小寻会出事，我忍着胃部的疼痛出门去找他，一边喊着他的名字，一边打他的电话手表。小寻的电话手表也打不通，显示关机。我记得今早上我还给他充满电了的。我找了1天1夜，去了小寻玩得好的同学家，各种认识的人电话也打了，都说没看见。情急之下，我去报了警。此时距离小寻失踪已经快48小时了，警察给我立了案，帮我调监控，说有消息了会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回去的路上，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我怎么也想不通，小寻这么乖的一个孩子，怎么会一声招呼都不打的就跑出去了？他能去哪里？越想越害怕，小寻是出了什么事？胃部的疼痛更加猛烈的阵阵袭来，疼得我几乎快晕过去。哔哔哔，身后一辆汽车猛按喇叭，司机从窗外探出头开骂：你他妈想死啊，闯红灯！我转头看他一眼，可能是见我的表情太难看，司机怔愣过后嘟囔2句没骂了。我拖着病恹恹的身子往前走，迎面走来一家3口，我下意识给他们让路，离得近了却发现那个抱着孩子的人竟然是我丈夫。他旁边那个女人我认识，是宋怡朗高中时的白月光，高考后就出国留学了。看到我，他们都是一愣，而一股怒火直冲我的天灵盖。我冲上前就狠狠给了宋怡朗一巴掌。儿子失踪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宋怡朗被我打得偏过头去，他怀里的孩子立马瞪着我，不许欺负宋爸爸。我懵了，眼前这个男孩子看上去跟小寻差不多大，他竟然喊宋怡朗爸爸。林念念娇嗔道：涵涵，别乱叫。宋怡朗显然是被我那一巴掌打生气了，瓮声瓮气道：别误会，小孩子喊着玩的。我唇角一扯：加班。宋怡朗脸不红心不跳，就是怕你多想，所以一开始没打算告诉你。宋怡朗，陪我去找小寻。我现在一颗心悬在了嗓子眼，没心思管他那白月光和他儿子，2个人找得快一些。宋怡朗却一脸为难，怀里的孩子立马揪住了他衣领：宋爸爸，我腿好痛啊！我看向韩寒，他看上去跟小寻差不多大，此时黑眼睛里溢满泪水，脸上和身上都脏兮兮的，像是刚从泥巴地里滚了一圈回来。宋怡朗皱眉道：我得先送他们去医院。韩寒今天和妈妈去玩山地越野车的时候，从车上摔下来了，不知道有没有伤到骨头。林念念附和：是啊，韩寒他现在走不了路，你也有孩子的，麻烦体谅一下。我只觉得可笑。体谅？你自己不会打车吗？我孩子现在失踪了，生死未卜。我气的声音
都在哆嗦，红着眼推了宋一朗一把。宋一朗，小寻才是你亲生儿子，你儿子现在失踪了，你不急着找，反而去帮别人带孩子。宋一朗压着脾气看我，小寻可能是贪玩，跑去别的地方了，等玩够了，自然会回来的。啪的一声，我又给了他一耳光。有你这么做父亲的吗？儿子2天没回家了，你他妈就一点儿也不担心吗？韩寒可能是被我吓到了，开始哇哇哭起来。林念念赶忙去哄，而宋一朗的脸色更显阴沉。我说苏慕瑶，你别太无理取闹了。念念她现在离婚了，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。我被他这句话气得胃一抽抽的疼，而宋一朗没再管我难看的脸色，径直绕过我走了，还回头喊林念念：“念念，我们快些，小孩子的伤拖不得的。”林念念迈着小碎步跟上了。一朗哥，还好有你，你不在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放心，我会照顾好你们母子俩的。宋一朗声音很温柔，完全没有对着我时的烦躁。我疼得实在受不了，没站稳，跌到了地上。我好后悔，好后悔，今天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没带上小寻。当时我也是怕小寻担心，所以才瞒着他，让他在家里等我回来。兜里的手机叮咚响起来，是顾医生打来的电话。顾医生是我大学时的校友，上学那会我们还玩得挺好，只是我结婚后我们就断了联系。这次去医院做检查，没想到这要巧会碰上他。慕瑶，顾城的语气很凝重，检测报告出来了，胃癌早期，你需要尽快接受治疗。我没觉得有多惊讶，毕竟我肠胃一直不好。明天方便过来吗？我帮你办入院手续。我摇摇头，想到小寻心头就阵阵难受。对不起，顾医生，我这几天都没空。没空。顾城加重了语气，什么事情比生命还重要？苏慕瑶，癌症是不能拖的。我儿子，我没绷住哭了出来。我儿子不见了，我怎么也找不到。顾城一愣，急匆匆道：“我现在就过来帮你一起找，你别哭，小寻不会出事的。”顾城很快就赶过来了，还跑出了一头的汗。他帮我擦眼泪，柔声安慰着我，带着我找遍了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，可仍旧一无所获。我们找了一晚上，太阳升起的时候，我接到了警方打来的电话。我浑浑噩噩地接起了，听见警察说小寻被找到了，他的尸体被人埋在了泥坑里。轰隆一声，犹如一道惊雷劈在了我身上，我撕心裂肺地咳嗽起来，掌心沾上了几缕血。顾城见状比我还急：“苏慕瑶，你得去医院。”我没理他，掏出手机给孩子的父亲打电话，他还是没有接。我不死心，又打过去，不接，再打，他一直都没有接我电话，却给我发来一条短信，是一个视频。视频里的人是宋一朗和林念念的孩子。宋一朗把韩寒抱在腿上，韩寒缠着他给自己讲童话故事。宋一朗笑得无奈又宠溺：“你都多大了？明年可是要小升初的人了。”韩寒窝在他怀里撒娇，亲昵地蹭他脖子：“不妈，我就想听宋爸爸给我讲故事。自从爸爸死后，再也没有人给我讲过童话故事了。”韩寒说着，黯然地垂下了眸。宋一朗叹了口气，找来一篇温声给他念了起来，好一副父慈子孝的画面。是林念念拿宋一朗的手机给我发过来的，他还配文：“多亏有他，韩寒现在好多了。”我整个人气的都在哆嗦。小寻现在尸骨未寒，宋一朗却在给别人的孩子讲童话故事。小寻才是他的亲生儿子啊！可能是注意到了我的异常，顾城过来轻轻拍着我的背：“你还好吗？”振作起来，慕瑶。我做了好几个深呼吸，让自己冷静。现在还不是崩溃的时候。
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害死小寻的凶手。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细思极恐的念头。那天宋怡朗带林念念的孩子去医院时，韩寒小小的手上全是泥巴，韩寒的尸体就是从泥坑里挖出来的，被埋在了一处废弃工地里。我想到了韩寒指甲缝里的白泥，自然土壤下的泥巴一般没有白色，但是工地里会有一种工业白泥。如果林念念的孩子只是去玩山地越野车时摔跤了，指甲缝里怎么会有白泥的痕迹？我也不是没去玩过山地越野车，通常玩车的场地都在野外，那片地方别说工地了，连人造的建筑物都没有，到处只有青山绿水的大自然。我怀疑林念念母子俩在说谎。小寻做尸检的时候，我全程陪在他身边。他是被人从高空推下去摔死的，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。凶手见他死了后，再把他不远处的废弃工地埋了起来。那坑是新挖的，通过尸检也能推测小寻的死亡时间是在4月13号上午11点左右。他的尸体太过惨不忍睹，我感觉整颗心脏都在滴血，可能是受到的刺激过大。等我再次恢复意识时，我已经躺在了医院里，病床前守着一个人，是宋怡朗。我打着吊瓶的那只手被他轻轻握在掌心，我从中抽出来。宋怡朗被我的动作惊醒，他显然是一夜没睡好，眼睛里全是红血丝。苏慕瑶，你怎么带孩子的？宋怡朗责备地看我，貌似小寻的死对他打击也很大。他神色恍惚，你怎么连个孩子都看不好？我喉头一梗，眼泪没忍住率先掉落。我是没看好，难道你就看好了吗？我哽咽道。那天我身体不舒服，要去医院做检查。你呢？你为什么不留在家陪小寻？我气不过的给了他一巴掌。因为那天你说你要加班，结果是在和林念念厮混。宋怡朗压着火气解释。什么厮混？念念她孩子摔跤了，我送他们去医院而已。你不要这么小心眼行不行啊？我咬着牙点头，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。我不再看他。行，以后我不管你是送他去医院还是呢，送他去酒店开房都行，我不会再有半点意见。我深吸了一口气。宋怡朗，我们离婚。你说什么？宋怡朗错愕地看我，眸中似有受伤之色。就因为这么一点芝麻大的事，你要跟我离婚？念念她现在孤儿寡母的不容易，我多帮衬她一下怎么了？苏慕瑶，你至于闹成这样？不止林念念，小寻现在死了，我不需要再为了孩子着想，继续维持这段婚姻了。早在和宋怡朗结婚前，我就并没有多爱他。当年他追求我的时候，我跟他说的是我们是一世，只是后来意外怀孕了，不得不奉子成婚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和条狗生活都会产生感情，更何况是个人。我在朝夕相处中慢慢对宋怡朗真正开始心动。可是半年前林念念的回国，宋怡朗对她的热情主动和体贴入微我都看在眼里，那份悸动也慢慢被一次又一次积攒而成的失望磨灭了。我冷笑着看他，我们离婚了后，你不是就能光明正大的去照顾林念念了，再也不用偷偷摸摸，生怕被我发现了，不好吗？宋怡朗看上去急了。苏慕瑶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我爱你是真心的，我瞒着你也只是怕你多想。我对林念念没有别的。打住！我疲惫地闭上眼，我不想听。你对林念念是什么感情也不关我事，我现在只想和你离婚，然后帮我孩子报仇。宋怡朗沉默良久，眼眶都红了，他用力握紧我的手，指尖都在颤抖。苏慕瑶，我不会跟你离婚的，孩子没了，我们以后还可以再生。
反正我们现在也都还年轻。啪的一声，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又是一巴掌甩在了他脸上。你他妈还是个人吗？你还是小寻的亲生父亲吗？我气得好想拿把刀过来把他心脏剖开，看看里面到底是不是黑的。小寻现在死不瞑目，你就只是一句我们还可以再生，去他妈的再生，老娘不会跟你有以后了。消消气，消消气。木瑶。宋一朗突然俯身过来，用力把我抱在怀里，像是哄小孩子。好好好，你说不生就不生，我不会让小寻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，我会想办法查清楚的。警察那边也在努力调查，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他不顾我的挣扎，在我头发上印下一吻。凶手找到后，我绝对亲手把他送上刑场。他安抚着我的情绪，绝口不提离婚的事。我只觉得心口堵得慌。你能不能出去？宋一郎显然不想就这么离开，抓着我的手更紧了。这时候，他放在床头的手机响了起来。宋一朗看了一眼后，立马放开了我的手。我也看过去，果然是林念念打来的。宋一朗拿过手机，站起身看我。那我先出去了，你自己好好休息会儿，我晚点再来看你。我连个眼神都懒得再给他。自从林念念回国后，宋一朗经常就是这样的状态。每次只要林念念的电话打来，不管我们当时是在聊什么、做什么，他都会半途终止，先去接了林念念的电话。就好像在他心里，林念念永远是第一位，比他的家庭、孩子都要重要。他大学追我的时候，就有高中跟他认识的同学来提醒过我。他说宋一朗心中一直都有个放不下的白月光，高考后出国了，劝我慎重考虑。我当时也确实是考虑了。我说宋一朗，我们试一试，要是被我发现你心里的位置真没腾干净，我绝对转身就走。宋一朗也信誓旦旦地跟我保证过，保证他眼里心里只有我，会全心全意去爱我。白月光什么的都是过去式了。当然，在林念念还没有离婚回国的那几年，他确实也都做到了。只是白月光回来后，他的爱意就不再专一，这个过去式貌似就要变成将来时了。顾城劝我尽快入院接受治疗，我置若罔闻，执意要先去调查杀害我儿子的杀人凶手。他拗不过我，便开始寸步不离地跟在我身边。每当我身体有任何不适，总会第一时间对我伸出援手，简直比我老公还贴心。宋一郎找到我的时候，我正和顾城一起在调查4月13号林念念和他儿子的行踪记录。小寻是4月14号被警察找到尸体的，而我是4月13号在路上碰到了要去医院的林念念一家。当时宋一朗跟我说，林念念是带他儿子去户外玩山地越野车，摔了一跤，所以身上全是泥巴。可是我现在怀疑这不过是个幌子，是林念念用来掩盖当天他娘俩挖泥坑埋尸的事实。宋一朗拦住我和顾城，狠狠瞪着我。苏木瑶，你他妈什么意思？你已经2天没回家了，电话也不接我的，就他妈和这家伙在鬼混。我嗤笑一声，还不是跟你学的？你和林念念在一起的时候，不也从来不接我电话？我那是没接到，手机静音了。好巧，我笑笑，我也是。宋一郎显然气得不轻，冲上去就想给顾城一拳。顾城钳制住他的手腕，冷眼看他，你自己不珍惜的人，有的是人想珍惜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宋一朗顿时急了眼，你他妈还上赶着做男小三是吧？俩人之间剑拔弩张，好似下一秒就想开打。我忙分开他和顾城，看向宋一朗道，你放心，
我现在只想找到杀害小寻的凶手，没心思谈情说爱。你不是说4月13号那天林念念母子俩去玩越野车了吗？是你亲自带他们去的。宋怡朗皱了皱眉。你在怀疑念念？我沉声道。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。宋怡朗脸色更差了，语气也硬邦邦的。不是我带他们去的，我当时确实在公司加班，只是后来念念一个电话打给我，说他儿子玩越野车的时候摔跤了，拜托我送他们去医院。所以你也不能确定他们那天100%就去玩了越野车。林念念很有可能是在说谎。苏慕瑶，你是不是魔怔了？宋怡朗扶了扶额头，似乎对我很无语。我知道儿子死了对你的打击很大，但是你怀疑谁也不能怀疑念念啊。念念是多么善良柔弱的一个姑娘，她孩子也乖巧听话得很，怎么可能会杀人呢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是要包庇她吗？苏慕瑶，宋怡朗突然厉声喊我，眼神也阴沉了好几度。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我不允许你污蔑念念一家。你先冷静下来吧。我只觉得好笑，我只是怀疑一下林念念，他就立马像是被踩着了尾巴的猫一样冲我叫唤了起来，那种护犊子劲让我心头直冒火气。他现在很冷静，我看不冷静的是你。顾城挡在我身前，冷脸跟宋怡朗对峙。死的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却还在偏袒林念念那个女人，她很有可能就是害死你孩子的杀人凶手。你也说了是可能，你他妈有证据吗？马上就会有了。世上从来没有不留痕迹的犯罪。我上前推了宋怡朗一把。你这么在乎林念念，那你就快点跟我离了，跟他过去。苏慕瑶，你不要无理取闹。宋怡朗看上去头疼极了。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，我真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跟他早过去了，马上我和你也会过去的。你不同意离婚，我已经在起诉了。我看着他一下就变得苍白的脸色，只觉得无比讽刺。希望律师能尽快让我们也变得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宋怡朗慌了神，上前去抓我的手。算我求你了，苏慕瑶，别再跟我闹了成吗？我答应你，帮你一起调查念念一家，行不行？我点点头，我等的就是他这一句话。毕竟宋怡朗目前是林念念最亲近的人，在他面前，林念念是最有可能放松警惕的。宋怡朗又道：不过你也得答应我，要是这件事真和念念没关系，你必须去给他道歉。我甩开他的手。行啊。小寻葬礼的那一天，我看到林念念带着他儿子一起过来了，母子俩都哭得很伤心。林念念一身素衣未施粉黛，哭得梨花带雨的，好不惹人怜爱。而他儿子的眼泪也大颗大颗的掉，被宋怡朗抱在怀里，鼻涕眼泪糊了整张脸，还反过来安慰宋怡朗不要太伤心。假，太假了，有种用力过猛的感觉。小寻生前和他们母子俩可是一点交集都没有，他们现在哭得一副情谊深厚的模样，不就是演给宋怡朗看的吗？真虚伪。我看见韩寒从宋怡朗臂弯中抬起头，他单纯无害的娃娃脸上全是泪痕，抽泣着道：宋爸爸，你别太难过了，小寻哥哥死了，你可以把我当成你第二个儿子的。林念念也道：小寻这么可爱的一个孩子，怎么就会遇上这种事呢？宋怡朗偏偏就吃他们母子俩这一套，和他们抱在一起哭了起来，还抬头瞥我一眼，眉心紧蹙着，似乎在怨我不该怀疑他们母子俩。葬礼结束，我接到了警方打来的电话，调查有进展了，他们找到了小寻的第一遇害地点，现场勘查到了没处理干净的血迹，以及一部被摔坏了的小天才电话手表。
只可惜这地方荒郊野岭的，没有监控，也没有目击证人，难度加大。警察只好慢慢查，把电话手表拿去给专人维修，费了好大劲才修好。在手表里，他们查到了小寻生前发送过的最后一条短信，是发给一个陌生人的。那个人说：“你妈妈出事了，你快点过来。”小寻着急回复：“在哪？我妈妈她还好吗？”那个人给他发来地址，小寻傻乎乎的就去了。担心则乱，没想到是给他设下的一场局。小寻没找到妈妈，为此还丢了性命。我哭得几乎快晕厥过去。小寻从小就是个孝顺的孩子，比他爸爸还会心疼人。在我胃病严重的那段日子，他总是时时刻刻陪在我身边，人还没灶台高就踩着凳子上去给我熬药喝。小寻为人和善，和同学们的关系也都很好，在学校里从不惹是生非，更没有什么仇人。除了林念念一家，我想不到还有别的可疑的人会对小寻痛下杀手。葬礼上韩寒的那句话可谓是让我毛骨悚然。他对宋一朗说：“小寻哥哥死了，你可以把我当成你第二个儿子的。”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早就有了想取而代之的想法，为此不惜谋害小寻？宋一朗似乎猜到了我心中所想，没好气道：“拜托，韩寒他才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，你不要把一个小孩想这么坏行不行？他平日里可懂事了，还会帮他妈妈干家务。”他说着递给我一部手机，这是我趁念念午休睡着了拿过来的。你有什么要查的，快点查，查完我得赶紧还回去了。我拿过手机一看，看到今天上午林念念给一个人发了条消息，那个人的网名叫做越野车俱乐部罗教练。林念念说：“4月13号，我和我儿子在你们这玩的可开心了，下次有机会再来。请问那天摄影给我们拍的照片导出来了吗？”罗教练发来的是一段语音，听声音就是那种3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讲话还带着地方口音。导出来了的塞，这几天忙忘记发你们喽，你等着塞晚点就发过来哈。过了1个多小时，罗教练发来了10几张照片，照片中都是林念念和他儿子穿着赛车服，戴着头盔，在飙车时的抓拍照片，还有几张是结束后俩人摘下头盔对着镜头比耶的。看来他们确实是去玩了山地越野车。宋一朗道：“我就说吧，念念他不会骗人的，你就是不喜欢他，所以对他有偏见。”我没理宋一朗，看着这几条消息陷入了沉思。林念念在开头说的是4月13号，我和我儿子在你们这玩的可开心了。他特意强调了4月13号这个日期，而按照正常人的思维习惯，一般人都会说上次我和我儿子在你们这玩的可开心了才对，不会去把这个日期放前面。你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？宋一郎打断我的思绪，我看你就是疑心病太重了。我没有理他，独自去了越野车俱乐部那边，找到了那个叫罗教练的中年男人。我问他林念念和他儿子是什么时候来玩过越野车的，他摸着下巴道：“好像就是前2天，接待的客人太多，记不太清了噻。”这么说你也不确定时间？罗教练又想了一会，最后拍手道：“4月13号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今天还跟我发消息来着，问我要那天给他母子俩拍的照片。我又问有没有林念念4月13号那天的交易记录。罗教练说，当天林念念不是扫码支付的，是给的现金。不过他们有给林念念一张门票，上面有时间的，但是票在林念念手上。我又问他这里有没有监控，罗教练说很不巧，前阵子正好坏了，一直没修好，
好像就连老太爷都在帮着林念念，所有可以指向他说谎的证据我都拿不到手。回去的路上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山路泥泞，很不好走。可能是染了风寒的缘故，这次胃部的疼痛更加剧烈，胃酸腐蚀的我喉咙都在发烫，实在撑不下去的我给顾城打了求助电话。他不和宋一朗一样，电话永远都接得很快。见到我的那一刻，可能是我苍白的脸色吓到了他，顾城眼中涌现出责备的情绪，不过很快就被他压了下去，小心翼翼地过来扶我。这一片地方打不到车，我疼得又走不动路，顾城便弯下腰背起了我。他的后背宽阔有力量，我趴在他背上，难得感到一股踏实感。警察去查那条短信的发件人，已经查不到人了，号码被注销了。我喃喃道：“别急，还会有其他办法的。”顾城轻声细语：“你现在需要把身体放在第一位，不然你身体先垮了，还有谁能替小寻报仇？”我又进了医院，这次顾城直接强制性的给我办理了入院手续，并且将我怀疑林念念的猜测告诉了警察。警方那边也掌握到了蛛丝马迹，已经将林念念母子俩列为嫌疑人开始调查了。但是林念念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他拿出了3月14号那天去玩山地越野车的门票，并且表示当天上午他就带儿子去玩了，一直玩到下午儿子摔跤了，所以不得不提前离开，带儿子去医院。而警方也排查了医院的监控，3月14号那天，林念念母子俩后来确实一直都待在了医院里。林念念和他儿子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，调查一时停滞不前。宋一朗甚至带着林念念找到了我病床前，要我和他说声对不起。我险些气笑。宋一朗柔声开口：“慕瑶，之前是你亲口答应我的，要是小寻的死确实和念念无关，你会亲口和他们母子俩道歉。”林念念手头还牵着他的孩子，韩寒脸上一脸后怕，他摸着韩寒脑袋，楚楚可怜地道：“警察找上门的时候，你不知道韩寒他有多害怕，他是个胆子很小的孩子，你给他造成了心理阴影。我认为你应该跟他说声对不起。”而在宋一朗看不到的角度，我看见韩寒缓缓抬起了脑袋，冲我露出恶作剧得逞般狡黠的笑。我心中顿时一阵恶寒，只感觉面前这个小孩子是个披着人皮的恶魔。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现在杀人凶手还没有被抓到，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，法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。林念念还没说什么，宋一朗先变了脸，他呵斥道：“苏慕瑶，到现在了，你还在怀疑他们母子俩吗？念念他们有不在场证明，上午在飙车，下午在医院，哪来的时间杀害我们儿子？你也知道是我们儿子，你一直在偏袒别人家的孩子，我真是恨不得把他扇死。总之，在调查结果还没出来前，我是不会道歉的。”宋一朗指着我鼻子：“你真是不可理喻。”病房门被敲响，是顾城进来了。他冷眼扫过宋一朗等人：“病人现在需要静养，麻烦几位无关人士尽快离开。”什么无关人士？宋一朗看见顾城就火冒三丈：“我是她丈夫，不，前夫。”顾城说着就要喊人把他们请出去，还是林念念揣着宋一朗的衣袖把他拉出去了。房间里只剩下我和顾城。顾城看着我：“瑶瑶，你知道蒙太奇吗？”我听过，蒙太奇是一种剪辑理论，当不同镜头拼接在一起时，往往又会产生各个镜头单独存在时所不具有的特定含义。我示意顾城继续说下去。
我怀疑林念念就是运用了蒙太奇的手法才摆脱嫌疑的。不过她不是在剪辑电影，而是聪明地把所有的证人证据剪辑成了真实的假象，让我们看到她所表达的意思。我顿时恍然大悟，但其实真相不是这样的。林念念母子俩根本就不是在4月13号那天去玩的山地越野车，很有可能是在前一天，而他用颠倒蒙太奇扰乱证人的时间逻辑，让一场偷换时间利于脱罪的证词闭环就此而成。对，顾城悠悠道，不然为什么林念念在给罗教练发消息时会特意加上4月13号这个日期，就是在暗中加深罗教练的印象。反正那边又没有监控，林念念也没留下票据信息，我们根本就没办法确定林念念到底是在哪天来的，只能去问当时现场的人。而他让罗教练认为他们母子俩是在13号这天来玩的话，罗教练被警察盘问时正好给他做人证。不得不说，这一招确实高明。我将我和顾城的这一想法告知了警方，警方表示会加大力度去查林念念母子俩的近期行踪。之后，我和宋怡朗的离婚官司正式开打，期间他来求过我很多次，都被我拒之门外。我准备删除他所有的联系方式，在删微信时无意瞥见了那天林念念给我发来的视频。视频中，韩寒被宋怡朗抱在怀里，他腿上有伤，缠着绷带。我脑中突然灵光一闪，想到了最关键的一点，也是对林念念最致命的一点。林念念说她是4月13号带儿子去玩的越野车，期间不小心从车上摔下来了，有孩子摔跤。这么大的一件事，罗教练不可能对此毫无印象。我当天就出了院去找他，问他这段时间有没有翻车的。结果罗教练都不带犹豫一下，信誓旦旦拍胸脯道：怎么可能会翻车？我们安全措施做得很好，从来没有玩家从车上摔下来过。你今天要不要试一试？很好玩的噻。我默默录下来了他所说的这一段话，那也就意味着林念念果然在撒谎。他们母子俩4月13号那天根本就没有去玩越野车，他们是有杀人埋尸的作案时间。警察那边也很快取得了新进展，查到了那张被注销的电话卡之前是林念念在使用。法律有规定，电话卡注销后，运营商在一定时期内需要保存通信记录等信息，但是这些信息的查询查看权限也受到法律法规的限制，只有在涉及刑事调查等特定情况下，执法机关或法院才能获取到这些被保留的数据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这对母子最后还是被警方逮捕归案了。韩寒的心理素质远没有成年人强大，在警方一连串的威逼利诱下，他将这场谋杀案的前因后果交代了个清清楚楚。人是韩寒杀的，也是韩寒用那张电话卡发消息把小寻骗过去的。因为他嫉妒小寻是宋怡朗的儿子，宋怡朗平日里对他那么好，为什么他不能做宋怡朗的儿子？自从亲生爸爸死后，他就没爸爸了。那是不是小寻死后，宋怡朗没了儿子，他就可以代替小寻，名正言顺地喊他宋爸爸了？怀着这种念头的韩寒，把小寻骗来后，就把他从高处推了下去。事后他才感到惊慌，觉得自己过于鲁莽，万一被警察发现了怎么办？怕被抓到的韩寒慌不择路地开始逃跑，因为跑得急摔到了泥坑里，腿瘸了，还吃了一嘴泥。六神无主之下，他想到了找自己妈妈求助。林念念平日里那么宠他，肯定舍不得他出事，一定会想办法帮他的。事实证明，他也没想错。
李念念果断选择了包庇，帮着韩寒一起将小寻埋了起来，就埋在了韩寒摔倒的那处泥坑里。事后，李念念开始思考起脱罪方法。他想到了4月12日，也就是韩寒杀人的前一天，他正好带着韩寒去玩了山地越野车。也许他可以通过偷换时间，引导身边人提供错误证词来摆脱嫌疑。他4月12日那天是直接给的现金，没有留下支付记录。他只需要把手头那张4月12日的门票换成4月13号，再把那边的监控弄坏就行了。这几天俱乐部的生意这么好，当时带我们玩的教练又是个神经大条的人，他肯定记不清我们到底是哪一天来玩的，自己只要引导他一下，让他对4月13号这个日期有印象就行了。宋一朗知道一切的真相后，不管不顾地冲上去给了韩寒2拳。警察试图拦他，还没拦下来，宋一朗来势凶猛，似乎恨不得把韩寒打死。韩寒白嫩的脸蛋上青一块紫一块，他鼻青脸肿地瞪着宋一朗，眼神像是淬了毒般，有着不符合他这个年龄段的凶狠暴力。韩寒突然厉声尖叫起来：“你不想我做你儿子，又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”宋一朗气得直接咳血：“我他妈那是可怜你，看你小小年纪就没了爸爸。”他还想挥拳，被2个警察一左一右的钳制住，只好用嘴开骂：“我还真没想到你是个天生坏种，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。”宋一朗眼眶湿润，他当初有多信任林念念母子俩，现在就崩溃的有多厉害。你才多大呀，就杀人？你还是个孩子吗？宋一朗捶胸顿足，显然悔得肠子都青了。我真后悔对你好，你就不配拥有父爱。我看着韩寒愈发阴沉的脸色，有些孩子是孩子，有些孩子就是畜生。他到现在还不知悔改。我看向警察，麻烦重判。李念念接受完审讯，被押送过来，看见宋一朗就冲他尖声大喊：“都怪你，是你害死你儿子的，你还连累了我家孩子，都是你的错。”这几句话对宋一朗的打击很大，他当即拍桌而起：“你他妈在胡说八道什么？”李念念嗓音尖利，像是张牙舞爪的蜘蛛，全然没了之前那副柔弱可欺的绿茶样。你对韩寒比对自己亲生儿子还要好，你要是不对韩寒这么好，韩寒他会想着杀你孩子吗？宋一朗喉头一梗，被对了个哑口无言。他有冷落小寻到这种地步吗？我嗤笑一声：“想什么呢？当然有。你还记得上个月下雷阵雨的那一晚吗？小寻发烧了，你却说外面下大雨路不好走，等天亮了再送小寻去医院。结果当晚林念念的电话打了过来，说打雷了，韩寒害怕，你立马就动身去了他家。最后还是我一个人带小寻去的医院。当时他烧的脑子迷迷糊糊，一个劲问我爸爸去哪了，为什么不送他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”宋一朗无措地开口：“不是这样的，慕瑶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当时是听到了韩寒的哭声，想着林念念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，所以我呸！”林念念红了眼睛：“宋一朗，你就是个混蛋！你以为我还看不清你吗？说什么看我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，其实不过是你掩饰自己3心2意的借口罢了。自从我回国后，你一直在我和苏慕瑶之间摇摆不定。你怀念我这个初恋，又舍不得当下平淡安稳的婚姻。”林念念确实是个聪明的女人，几句话就将宋一朗的真实想法概括了个精准。宋一朗没再看他，直奔向我：“慕瑶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不是这样的。”我借口打断：“不重要，反正我们快离了。”我笑笑：“恭喜你呀，虽然失去了老婆孩子，
但是前女友和前妻，你现在都要有了。韩寒已经年满12周岁，杀人应当要负刑事责任。最终，他和他妈妈双双入狱。当天，我去了小寻的墓地，把这则好消息写在纸上，烧给了小寻。我希望他在天之灵能够安息。离婚官司因为宋怡朗极度不配合，拖了好几个月，我才成功拿到离婚证。之后，我和宋怡朗断绝联系，去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，开始全身心的配合顾城接受治疗。顾城说，因为我癌症发现的早，所以只要我积极配合，还是有很大希望能痊愈的。治疗期间，宋怡朗又来找过我很多次，不过每次都是吃了闭门羹，但他并没有轻易放弃，依旧每天风雨无阻地来找我，给我送花或是递道歉信。我当然不会原谅他，毕竟他跟小寻的死也脱不了干系。时间很快就过去，2年后，我的病情彻底痊愈。出院的那天，我在路上碰见了宋怡朗，他貌似是特意在路口等着我的。看见我，他嘴角扯出一抹弧度，看来顾城确实把你照顾得很好，恭喜康复。慕瑶，我冷脸看他，2年不见，宋怡朗憔悴了好多，也消瘦了好多，眼眶深深的凹陷着，里面全是浑浊的红血丝，像个大限已至的瘾君子。我警惕地后退2步，宋怡朗苦笑一声：“放心，我没戏。”他凄凉地看着我眼睛。这2年，我每天都活在愧疚和悔恨当中。我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小寻，因为我的所作所为，我失去了最重要的2个人。我有在惩罚自己。他上前一步，看到我现在变成这样，能让你解气点吗？我没有说话，心里想着顾城怎么还没来找我？康复第1天，他应该要带我去吃一顿大餐才对。宋怡朗似乎叹了口气，他气息极其不稳，声音在打着颤：“慕瑶，我不奢求你的原谅，能让我最后抱你一下吗？再不抱的话，这辈子就再也没机会了。”这2年，他一直在酗酒，日夜不停的那种。他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机能在日渐衰败，可能过不了多久，他就可以下去陪小寻了。瑶瑶，身后响起一道清润如玉的男声。顾城搂上了我的肩，知道你住院时馋火锅很久了，走吧，今天带你去大吃特吃。好啊，我回头冲着顾城笑。顾城没有看我，而是盯着比丧家之犬还要落魄的宋怡朗，似笑非笑道：“你面前这个人，现在是我女朋友，劝你尽早死了旧情复燃的这条心，她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”宋怡朗顿时咬得牙齿咯咯响。顾城笑得挑衅：“走吧，瑶瑶，咱们再不走，某个人可要急眼了。”我任由顾城带着我往前走，走出好远了。顾城还回过头冲宋怡朗喊：“你就带着你的愧疚和悔恨，好好过下半辈子吧，也别怨谁，这都是你自己做的。而我呀，他懒洋洋地拖长腔调喊，往后会好好照顾瑶瑶的。我也回头看去，看见宋怡朗仍旧站在原地，低垂着脑袋，一动不动。路灯将他寂寥的影子拉得好长，光是明亮的，却照不暖他。他整个人像是要融入黑暗里。夜色降临，宋怡朗茫然四顾，看见黑夜里好像伸出了一双小手，朝他站着的方向抓过来。手的主人喊他爸爸，而宋怡朗不躲不避，甚至感受到了几分解脱。他知道他该去陪他的孩子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